在这方面啊，我想借这个台湾姓名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独立媒体人黄清龙先生在脸书上的介绍，把黄清龙先生所写的介绍给各位观众，因为这样的话呢，各位观众听起来会觉得比较熟悉。黄清龙先生是这样写的，他说：“于先生不曾在台湾生活过，却心系台湾。于先生担心部分台湾人对中国真实情况的判断相当不准确，不知道中国壮大后对台湾会有什么威胁，只认为中国是可以利用发财之地，这就是认识不清的问题。”他接着写道：“说起来，于先生和台湾的关系很特殊，他从来没有过中华民国国籍，甚至从没在台湾生活过。但余英时先生对台湾的民主发展一直很关心。80年代曾在《纽约时报》投书，为当时因美丽岛事件遭军法审判的黄信介、陈菊、林义雄仗义直言。1996年台湾飞弹危机发生的时候，台湾岛内动荡不安，当时余英时忧心如焚，立刻传岳阳传真文章回台，希望台湾民众呢能够沉稳地度过难关。这些文章在《中国时报》连载，引起广大的回响。2008年1月，台湾立法委员选举过后，当时我是指的黄清龙先生，因为我现在介绍是他的文字。他说，当时我人在华府布鲁金斯学院担任访问学者，特别以电话访问他，他是指于先生。谈到台湾的民主发展对中国有何意义，他说，台湾的民主发展对中国意义重大。民主和中国文化是台湾存在的最大动力，也是台湾最宝贵的两样东西。民主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以文化为根源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价值。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必须是开放的，吸收世界上一切好的价值和事物。今天台湾能够把两者结合，显示民主政治与中国文化是可以相融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中国因为国情特殊，所以不适合发展民主体制。这就是台湾民主的价值所在。他说，于先生说，他一向对台湾的民主不悲观，因为台湾人民走过威权统治，更会珍惜今天享有的一切。过去一段时间，台湾的民主发展出现一些乱象，在他看来，那是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的必经过程。这次选举证明，台湾的民主已经更加成熟，选举变动如此之大，社会却不扰不惊，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台湾虽小，影响力却是巨大。黄清龙先生接着写道：2014年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以后，余英时先生发表了《台湾的公民抗议和民主前途》一篇文章。他说，在文章中说，这次的公民抗议是一场保卫并提高台湾民主体制的运动，对人民和政府具有同等重要性。他提醒说，中共一直千方百计地企图摧毁台湾的民主，台湾人民和政府必须把警惕提到最高程度，因为民主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证。他批评台湾现在有些人专为中共说好话，说穿了都是私人利益在作祟，一些商人及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屁股决定了脑袋。刚才主持人前面还提到了这个2019年11月于先生在台湾的一场公开的线上谈话。那么这段文字呢，最近是台湾的中文网，大众的新闻的中文网专门刊登了。那一次是于先生在政大举办的一个叫罗家伦国际汉学讲座上面，他人没有到场，但是他特别播放政大到美国于先生家里录制的于先生的录影谈话，这是他去世前2年，89岁的时候。于先生在这个录影讲话里说，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当中，学生提出2个最主要口号是我们要科学，我们要民主。那么知识人都是以此为目标，但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民主需要进行很大的结构调整，非常不容易。直到1949年，国民党领导的政权在中国失败，被赶到台湾来。那民主与科学仍然是当时知识界最向往的东西。1949年，自由中国月刊，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湾创办，发行人是胡适，执行社长是雷震。
这个作者包括台大教授殷海光等学者，这是5·4运动在台湾展开的第2次运动。从1949年到1996年，台湾举行民主选举，选总统，才完成了民主的程序。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台湾虽然有民主程序，却还不到完美的境界。到了20世纪末期、21世纪开始，台湾初步已经完成了5·4的2个理想：科学和民主。他说，台湾的科学在20世纪末期已经与世界接轨了，民主则因为总统之选而成立，台湾因此成了自由民主社会。但是于先生说，这个阶段结束以后，马上要开始新的时代，也就是说，民主与科学在台湾实践以后，民主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支持？民主不能没有精神价值，这个精神价值是什么？于先生认为，民主需要一种人文的支持，所以他将新时代追求的目标改为人文与民主，不是科学与民主，而是人文与民主。于先生解释说，所谓的人文啊，指的不是一般的狭隘的人文科学，如哲学、文学、史学或者社会科学等等定义，它指的是一种文化。于先生的意思是，民主背后不能没有文化，这是一种人文的文化。以中国传统儒家的说法来说，也可以称作是人文主义。那么西方民主背后的文化是来自希腊文化以来的这个发展的自由、人权文化等观念。如果没有这样些背后的文化，民主无法成长得起来。那于先生认为，人文与民主是台湾特别要强调的结合，不能光谈民主或者一人一票的选举，要谈新的文化，如何支持自由人权。例如西方学者谈正义，大家都能接受，但为什么大家都能接受？就是背后有一个来自希腊文化以来的一个正义文化，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人权观念。那19世纪末期，人权观念也传到中国。那直到今天，除了共产党的集权体制之外，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传统、各种文化传统，还有各个国家都可以接受人权这个普世价值。那于先生还接着在这个政大那次视频讲话里讲，他说，知道人文的重要性，就引出更深的问题：人文文化如何帮助民主发展？于先生认为，这涉及到人的问题。民主不能没有人领导，总要有人做总统、做行政院长，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作用。领袖不是最伟大的人，只是必要的知识精英，这是所有社会都不能缺少的。而且，既然离不开有领导的人，那么这个领导者必须有很高的人文修养，也就是要包括社会人文科学在内的一切基本常识和理解。那缺乏者自然就不能担当领袖之责。于先生说，主持政治、领导社会的人要以身作则，光空谈概念是没有用的。西方社会过去认为法很重要，人不重要的，中国刚好相反，是中国反而重人不重法。不过呢，中国也不是不重法，是因为人如果不能执行法，以身作则来实践的话，还是没有用。也就是说，民主背后需要有精神动力，所以他称它为新的人文，重要性就在这里。于先生特别强调，台湾当今面临很大的危机，大家都看得到。隔海的中共政权随时准备拿下台湾，其方式不是完全靠武力，而是各方面的运作。那共产党最厉害的就是它统战无所不在。那如果没有相当的人文修养，根本看不出统战的手段，也不懂统战的用意所在。所以，今天台湾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领导人物，必须要有洞察中共意图的人文修养，这一点特别重要。于先生还在当时那场视频讲话里语重心长地提醒说，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台湾岛内有许多不同意见，但对共产党影响民主生活方式这一点，大家却不太在意。现在大家主要在意的还是钱的问题，因为大陆有钱，所以大陆的钱发挥作用，远在它的权力之上。但这一点呢，不只是台湾，全世界都在受影响。于先生还认为，民族主义是共产党最大的武器，民主人权一碰到民族主义就被消灭了。那在讲人权民主之前，要先把中共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了这个目标可以付出所有代价，这是共产党的说法。那台湾在国民党很长的统治期间进行思想控制，这种控制也影响了某些人对于自由民主文化的向往。虽然有人不断争取，还是比较少数，多数人是在政权允许下发表议论。
如果言论过了头，就像当年雷震的自由中国，后来也被封了。如果只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却没有足够的背景文化，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余英时先生认为，可以武断地说，如果没有文化在背后支撑，民主会变质，会中断，变成其他的东西。比如今天俄国虽然举行选举了，政府却能以各种方式控制被选上的人，确保都是支持普京。我们最近看到俄国也有人民因为生活不好又开始上街抗议，所以民主没有文化支持就会发生问题。余先生也谈到，不谈台湾与中国是否统一，台湾与中国关系密切，这都属于广义的中国人，也是相同语言、同样文字，但是完全不同制度。他提醒说，因此台湾人如果缺乏对于大陆平稳公平的判断，往往会误读其中的意义。这就是共产党现况，也是台湾危机所在。共产党自毛泽东死后，内部也产生很大变化。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一度诱惑人。余先生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并非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以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余先生这个结论和我在英文的论文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余先生称中共这个资本主义是 Party Communism， 那么我称它为这个 Communist Capitalism， 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坏、最危险的资本主义。那余先生指出，外界误以为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要吃喝嫖赌都可以去做，但是这是有害的观念。在台湾也有不少人接受，以为共产党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再是过去的共产党。实际看，这种共产党制度是更可怕的。共产党做的事情就是渗透，在台湾都看见了。台湾人民的修养还有很大的一段缺憾，如果不能补起来，就不能对抗共产党无所不入想将台湾夺回的政治意图。他说，现在很多人讨论，好像变成中国一部分，也不必强烈反对。余先生担忧的是，台湾对共产党的认识还需要加强，其方式就是在文化各方面，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史学等领域，要有起码的修养，不必成为专家，但是要有起码的知识，才能面对台湾，对着中国发生的问题做出判断。余先生也说，中国会不会改变，会不会崩溃，现在不知道，但这个可能性非常高。共产党目前是最强大的时候，这一看来，当初台湾人对大陆的判断是相当不准确的，没有料想到中共经济发展会对台湾有什么威胁，因为台湾已经变成可以利用的地方，这就是认识和判断的问题。他说，希望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大家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中共。这个问题不简单，也不能夸张的解读。中共并没有消失，它比从前更强大，野心也非常大。那么对于中共是不是会对台湾动武，吴先生认为说，中共展现的态度就是随时可以拿下台湾，但是他如果要贸然动武，他后果会非常大。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台湾很安全，中共不敢打，这又是非常错误的想法。所以不能不考虑中共产党日夜算计怎么样把台湾收归己有，收归大陆。那么台湾的学者、思想家、观察家应该深思，台湾应有的人文教养非常广泛，应该比其他国家人民要求的还要高。他非常希望台湾人文和民主制度可以配合起来，慢慢向前发展。那么我想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把余先生的这些个留下来的这些个话看作是对台湾的殷切期待，也可以看作是他的遗愿。所以我今天把余先生话这个按照当时这个文字的整理详细的介绍给大家。